听说在日本有一种鱼叫做幻之鱼，但怎么又换了？好像是因为见过它的人很少，吃过它的人更少，所以我又去查了一下，日本这么大的海域，能捕到它的地方却只有那几个。离我最近的那个点都在伊豆，一个三面环海的半岛的最南部。哇，去的路上感觉瞬间快到夏天了，又到了吃海鲜的季节。我们开了6个小时才到，如果不好吃我就去跳海。这个店是一个海边的小别墅，如果要吃这种幻之鱼的话，还要提前几天预定，因为店长才会出海捕鱼，所以自然价格也很感人。是不是食材越高级，菜单越简单呀？哇，就是这一锅了。可惜我们只能点这么多了，因为它是限量的。在开始料理之前，还跟我们讲这个鱼的来龙去脉和料理它的方法。这个鱼肉看起来很奇怪，感觉一点都不像是鱼的肉。煮好了之后，鱼骨里面还有很多的油。老板说这种鱼油特别的珍贵，蘸一点酱料我们就来吧。这个肉吃起来特别的紧实，它肌肉和脂肪的比例很特别，和别的海鱼完全不一样，嚼起来的感觉像是在嚼鸡肉，但是海鱼那种独特的鲜美又很强烈。哇，只能说很值得一试这个味道。吃了这个之后，我们又追加了一份海鲜冬，这里面的刺身都是刚才从海里钓起来的。好的，我觉得我不用去跳海了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哇，广岛的广岛烧果然正宗。这2天不是为了兔子岛来了广岛吗？那肯定要来品尝一下广岛最出名的广岛帅哥个大头，那必须是到处都在模仿但怎么都做不好的广岛烧。搜了一下，大概在广岛车站的附近有这么一家店，它里面的特色菜就叫电光石火啊，非常骚。有没有觉得这个广岛小哥长得很像宋仲基啊？下岗再就业啊。说到这个广岛烧的做法呀，其实还有点复杂。它最先是一层鸡蛋饼加一堆包菜，再加一大份拉面，最后上面放鸡蛋和肉，然后再铺上一层面饼，然后我们还在里面加了别的杂七杂八的东西，所以最后变得就跟包子一样。但不得不说这个味道是真的好，毕竟一口下去7、8种不同的食材，味道特别的丰富，建议多加。吃完广岛烧我们还加了一点别的菜，炸鱿鱼和铁板千叶豆腐就不用说，这个血子鱼也是广岛的特产，铁板之后再用炭火烤，贼香。最后还追加了一份铁板山地鸡，瞬间觉得广岛人民都好幸福啊！这个鸡腿肉特别劲道，你们看到里面的油水没有？这样一顿2个人才300多块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。今天我们继续玩野的千人混浴。日本果然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家，我最近好像是混浴混上头了，听到这个名字我就快不行了。这个地方在伊豆的下田市，是一个海边的温泉旅馆。这个温泉非常的大，一共可以容纳下500对情侣，池子也有很多个，而且都是混浴池。办理完入住我们就脱吧，这里都是很和风的感觉，虽然都是木质结构，但是都很干净。大池子里面还有几对夫妇，旁边是一个中等大小的露天温泉，源泉就是通过这根主管流下来的，白天泡温度真的刚刚好。对了，这家温泉现在只有一个老奶奶在管理，买完票之后就没人管了，大家全靠自觉。然后泡完之后也不要忘了护肤，在你享受温泉的时候，老奶奶就已经把晚饭准备好了。我必须得说一句，这种海边的和食料理就是好吃，这是我泡了这么多温泉以来是我最喜欢的一顿了，而且第2天的早饭也是海鲜，这样下来一整天才几百块，这样的海边旅馆我真的太爱了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我去，我又上日本电视台了。这一次不仅上了 NHK， 还来了很多地方电视台的记者。这好像是我人生第一次被这么多话筒架在那儿。要说什么体验的话，那就是尴尬。这一次为什么那么多记者采访我们？是因为日本最近樱花不是开到最好的时候了吗？我和诺诺就被 JR 邀请去了西日本。那既然是赏樱，不如整一套和服。这种日本老奶奶经营的和服店一般都很正宗，男生穿起来非常快啊，女生的话就很慢。2个工作人员给你穿到穿1个小时。一般来的时候就是先选衣服和腰带，然后就是换袜子，在底3层外3层能把你裹起来。中途老奶奶还端来了抹茶。像这种比较老字号的和服店呀，一般最后还会给你准备一盘点心，周围一般还会有很多的景点啊，拍了美美的照之后，还可以到处打卡一些好玩的地方，反正在关门之前换回来就行了。体验完了之后，我们也以游客的身份跟全国的观众分享了自己的感受。哇，我是真的希望明年樱花季可以在日本见到小伙伴们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在日本的广岛有这么一座岛，它曾经从地图上被抹消掉，因为这里曾经是一个毒气瓦斯的实验基地，但在2战结束之后，人们也就离开了这个岛。然而他们在走的时候，并没有把所有东西都带走，而是留了8只兔子在岛上。然后大家都知道，兔子的生育能力是很恐怖的，所以很快30年过去之后，这个岛现在已经变成了广岛一个很有名的景点——兔子岛。现在这儿已经挤满了上千只兔子。要去这个地方的话，必须得先坐 JR 路到中海港这个站，然后坐轮船才能过去。记得在码头的时候买一点兔子的零食，虽然上岛都是免费，但仍然是有人在管理这个地方的，所以兔子还是很干净的。但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上岛之后就很饿。我可没说哈，也不知道野生的兔子是什么味道。但是不管你在想什么，岛上面的兔子是不能抱走的，也不能把别的兔子带到这个岛上放生。你们看这只兔子多可爱，我们就给它取名叫 Yuki 酱吧。但可惜还没有煮熟。Yuki 酱就开个玩笑，这是牛肉。兔子岛上面现在除了很多的遗迹，现在还有了很多的博物馆和温泉旅馆，所以现在已经吸引了很多的游客过来玩。它也不再是那个以前被地图上抹去的地方了。有没有感觉这个地方好适合情侣来啊？推荐大家早上的时候来，因为早上的兔子是最活泼的，还可以自己带一些胡萝卜和包菜，但是记得对小兔子温柔一点哦。好了，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特别可爱，卡玩意儿。东京大学的食堂居然是这个样子的。每年的3月份呀，就是东大的毕业季。今天有一个东大的博士姐妹总算毕业了，
了，所以我们今天也能有幸看看东大的食堂是什么样子。其实光进东大这个赤门就非常的困难，进来之后感觉这种亚洲扛把子学校好像是不太一样。这个是他们的教学楼，这个是学生自己研发的一些商品，还对外销售。然后再往旁边走就是食堂了，里面的景色和外面真的差别很大，有没有一种特工局的感觉？再来看看菜品，这个价格是着实有点惊人，大概40多块就可以买到个很丰盛的套餐。据说每天的菜单还有营养师把控，我简单的买了一大份，感觉非常爽啊，才60块不到。但是东大食堂有一个非常变态的规矩，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是不能说话的，怪不得这么安静。好啦，吃完饭就要去见我们的姐妹了，还是赶紧收拾一下形象。姐妹终于来了，接下来就是疯狂的拍照了。所以这样的东大你们可以给多少分？卡玩意儿，这可能是我在日本看过最爽的日出了。这个温泉不是很远，就在富士山的旁边，但为了泡这个日出温泉我们也是够折腾的。凌晨3点我们就开车出发了，到了之后凌晨5点应该不可能有人排队吧？果然日本人喜欢排队，不是吹的。请问5点钟大家都不睡觉的吗？所以我们赶紧也去买了2张票，虽然还没有开门，但是工作人员说到中午的票已经全部卖完了。终于轮到我们进场了，这里的第一波游客都冲得很快，都想抢一个好位置看日出。现在的天还没有完全亮，但是隐隐约约的阳光已经很美了。这是一个天然的碳酸温泉，所以你人进去的时候会全身冒泡泡，还有点爽。不过可惜这里并不是一个混浴，女孩子的池子在旁边，就像这样望着富士山，看着清晨的低语的阳光，慢慢的从温泉边爬到自己的脖子上，真的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。而且泡完之后出来就可以直接吃早餐，这早餐加温泉总共才花了80多块钱，我怎么感觉比那种温泉旅馆还要爽？还有就是泡完温泉出来之后吃什么都很香，喝一碗暖暖的味增汤，再就着香喷喷的炖猪肉干一碗饭。如果你还吃得下的话，再传统的来一杯冰牛奶。虽然3点钟就起来了有点折腾，但如果都是这样的体验的话，我还是很愿意的。所以你会带上你喜欢的人来这儿吗？阿基推荐指数10分，太爱了。嘎巴烟，我发现日本人的欲望真的太低了。以前我一直以为他们是不想消费，现在我才知道他们是真的穷。就拿我的朋友石井来说吧，和我一样住在东京，日本的首都，刚毕业1个月工资大概13000，扣完年金社保到手差不多1万块，然后扣完房租水电气话费之后还剩5000，所以这剩下的4、5千还要拿来吃饭和社交。就你跟日本人别说存钱了，就连花在自己爱好上面的钱都很少。去一次居酒屋就要花300，理一次发酵花200，吃个寿司还要花个3、400。所以我周围的日本人大部分都是月光。然后我就发现这和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差很多。我反正是每个月工资到账之后，都先取几千块钱出来存着，然后再是别的花销。多少存款决定了多少的安全感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的日本朋友看了我的存款，他们甚至都不信。其实存钱的意识从大学就开始了。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在盲目的跟风基金定投，然后真的是亏爽了。不过还好坚持下来了。现在闲钱多了，投入也多了。不过还是要提醒一句哈，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，慢慢变有钱的感觉虽然很好，但是一定要有的知识储备再去理财。所以你们有存钱的习惯吗？我还有点好奇你们存了多少。卡玩意儿，上一次那个翻包视频居然有950多万人来围观。我发现你们的窥探心理还是有点严重的哦。不过巧了，我也是，所以我今天就约了一个我在日本的模特朋友，来看看他的包里有什么。其实模特这个职业的收入在日本并不算高，好像在国内也不算高吧。不说废话，来翻包看看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哈。第一个是一个消毒液，这种东西随身带总是好的。第二个是薰衣草色的 iPhone 12，第3个卡包，还放了个玉手。第4个出现了，都市丽人标配香奶奶小钱夹。第5个粉饼，好像日本女生都特别崇拜香奈儿。第6个迪奥唇釉，目测是458。第7香奶奶唇蜜，还有一个第8个，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これ可愛いですね。なんかリップスティックですか？これは中国の友達からもらった口臭スプレーです。不管多好看的帅哥美女，有口气就是劝退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こちらこそ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卡玩意儿。